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几种副业赚钱的种类那么帮助大家深刻的去认识了一下关于这个副业究竟有哪些可以去做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副业。那么以前提到副业呢，大家想到的都是去店里面帮别人打工赚钱，或者呢卖点什么小玩意儿赚个零花钱。而在互联网呢日益发达的和普及的一个今天那么副业它已经不局限于线下了那么副业呢可以分为很多种类的。那么想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副业，咱们就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自己适合什么。那么接下来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几种类型的副业。首先第一种偏苦力的这个副业，那其实副业呢跟工作是一样的都是分成很多种类型。工作呢有轻松的也有干苦力的。那么这个副业呢也是一样的，做苦力型的副业一般都是不需要你有什么资源和技能，比方说去摆个地摊跑个外卖做个代驾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苦力型的一个副业。当然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话呢，这个副业也是上手比较快，门槛比较低，而且呢怎么说市场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不存在做不了的一个情况但是的话呢，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只能够出卖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去赚钱，干一天就有一天的工资，不干呢就完全没有了收入。这就跟干苦力工作是一样的一般呢做苦力型工作的人呢，收入相对来说都不会特别高，但是呢时间和体力耗的都是非常多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讲一下第二种，那就是中介销售了。提到中介，大家呢脑海里面可能想到的就是房产中介，但是呢在这里阿普老师呢所说的中介不是让大家去卖房子而是让你们去做一个中间牵线搭桥的一个角色，去整合用户的一个需求，然后呢再整合提供服务的一个供应商。那么现在互联网发展这么好这么快，我们完全呢可以以此为工具，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粉丝和客户，然后的话呢给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这样一些东西，而我们呢只需要花点时间在网上找到他们需要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再来讲一下第三种，就是信息差赚钱。那么信息差赚钱呢，相信很多人呢都是理解这个概念，尤其是经常听阿普老师节目这些朋友。那么因为每个人呢接触信息他的一个程度这个包括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有人他就会去干嘛呢为了想要的一个信息付出报酬来获取这样一个信息。像咱们国家这么大，哪怕你觉得很简单很容易获取的一个东西就说不定有很多人他都是不知道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群不知道的这些人，然后呢把你能够找到的东西卖给他们。比方说这个地摊经济特别火的时候，就有人呢靠卖地摊的这样一个话术包括经验去获取收益的这就是信息差类的赚钱再来讲一下第四种，那就是核心资源。那么核心资源呢包括很多东西可以是技能技术，也可以是产品。比方说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说你在这个领域呢特别的懂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呢提供这个领域的干货，然后做成付费服务。那么需要这些知识干货的人需要这些服务的人呢，他们自然就会为你买单，为你缴费。那么现在呢做这种付费服务的还是蛮多的，而且呢越来越细分化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领域成为专家级的人物。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难了，既然是细分领域这就已经无形当中降低了很大的学习难度了。比方说现在一些情感类的专家你觉得他们真的很专业吗？其实只是只要是这个感情方面的话题无论你是正着说反着说都一样的，所以说学习的话呢并不困难。
而且在情感类的项目里面进行细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只做处理分手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难度就更低了。当然情感类的项目呢，可以做的细分领域有很多，比方说情感挽回包括恋爱技巧等等等等都可以那这里呢，阿普老师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可以根据你个人的想法去做选择。当下虽然说物质呢已经极大的丰富但是的话呢，不可避免的是什么？社会竞争、社会压力呢变得越来越大。如果说只是单纯的靠一份死工资去想达到自己想过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个是非常难的。那尤其是那些靠打工赚钱为生的朋友们那么你的体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一个消耗，体能的一个下降，随着你年龄变大，你必然会面临着这个甚至是失业，或者是很难承担起家庭支出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很多人会碰到中年危机是不是？所以说呢能够找到一个不需要太大难度就能够做起来的副业，还能够给自己增加一点经验和知识，带来更多的一个收入同时也能提升自己，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更多赚钱的干货和思维，大家可以来阿普老师的朋友圈查看关注阿普老师，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你。关于如何赚钱，如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项目，如何去为自己的生意做营销推广，阿普老师呢有一套专门指导小白的课程，简洁明了，一学就会。你可以搜索关注阿普老师的公众号阿普创业说关注即可自动领取这套课程教你赚钱无忧，快速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